继上次44艘舰艇包围中业岛之后，菲律宾派出直升机前往中业岛查看情况时发现，解放军已经将导弹驱逐舰派往了这一海域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原本菲律宾总统访华之后，签订了大量的合作协议，大家认为中菲之间的关系能够重归于好。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这边菲律宾刚获得我国数百亿的投资，转手就和美国也达成了合作，将会对美国开放9大军事基地，还打算将非法侵占的我国岛礁改造成美军基地，让美军驻扎在这儿，从而彻底掌控这些岛礁的控制权。而面对菲律宾这种两头吃的做法，我国自然是不可能坐视不理的。所以近期在南海岛礁海域，我国的活动力度很大，海警、海军、渔船3方联动。除了26艘舰艇抵达了仙宾角之外，还出动44艘舰艇抵达了中业岛，其中海军更是派出了056A 护卫舰，捍卫了我国主权的同时，也向菲律宾展示了我国随时能够夺回岛礁的能力。面对44艘舰艇包围，菲律宾当然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中业岛。当初菲律宾能够抢夺中业岛，还是趁着千载难逢的台风，再加上岛上无人驻守，台军跑路才趁虚而入，成功占领了中业岛。在占领了中业岛后，菲律宾就在岛上赖着不走了，不但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，还开始建造军事基地，将这个岛礁打造成了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中的指挥中心。再后来，更是多次以这个岛礁做文章，多次进行登岛活动炒作。菲律宾在这座岛上弄了这么多的基建设施，派驻武装人员，如果强行收回这座岛礁控制权的话，那就必然要出动军舰进行火力打击。那这样的话，美国就有理由插手了。因此这事儿就这么搁置了下来。虽然这座岛的归属权在我国，但实际控制权一直在菲律宾手上。因此在中业岛被我国44艘舰艇包围后，菲律宾并没有放弃，还出动直升机来查看情况。一看，虽然船变少了，渔船、海警船加起来只有20多艘，相比较前段时间要少了一半，但是这个火力却是翻了个倍。因为这次出现在中业岛的并不是056A 护卫舰，而是北海舰队的052型导弹驱逐舰。从图片中来看，这艘军舰的舷号为112，因此可以判断它是我国海军的哈尔滨号驱逐舰。虽说这艘军舰是在上世纪末期服役，性能相比较我国近几年下水的军舰要不如，但是好歹这也是一艘驱逐舰，在火力上绝对是要比护卫舰强的。特别是它还经过了现代化改装，能够发射鹰击82等多款导弹，100毫米的舰炮也升级为了隐身构型，还搭载了电子对抗设备、相控阵雷达，对上菲律宾海军来说绝对是够用的了。也正是在这艘驱逐舰的支援下，在中业岛附近的我国渔船自然能够放心大胆的作业了。而菲律宾这边也是更加担心起来。虽然岛上的菲律宾人还没有被驱逐出去，但这次的实力展示完全证明了我国有充足的实力，可随时收回中业岛控制权。可以预见的是，这种对南海岛礁巡航日后必然会常态化，并且力度也会一次比一次大。之前我国的军舰不怎么出现在这片海域，一方面是因为南海局势还算稳定，我国也不想加剧南海局势的紧张。另一方面是我国海军军舰数量不够多，没有那么多的军舰能到南沙群岛去执行这种保镖任务。而现在不同，现在南海局势如此紧张，这些周边小国还跟着美国的步伐挑衅我国，菲律宾更是首当其冲，对美军开放9大基地，还打算将非法侵占的中业岛改造成美军基地。这等于是我国的地盘不但被人给抢了，还被人改造美军基地用来打我国，这谁能忍得了？再者，我国海军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虽说总体战力上不如美国海军，但在南海这一片可以说是打遍无敌手。
特别是我国海军舰艇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，完全有那个能力派出些多余的军舰前往南沙群岛。虽说我军驱逐舰出现在这儿，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将这座岛礁拿下，但也是对赖在这儿不走的菲律宾一个警告。如果再敢这么搞事情下去的话，那我军接下来过来的可不就是一艘052导弹驱逐舰这么简单了，航母编队过来也不是不可能。正巧这段时间全球 F-35都停飞，美军航母可以说是丧失了大半战力，搭载 F-35的美航母都要回港进行舰载机检修，我国海军有不少的多余军舰，能腾出手来这儿旅游一趟。